嗨，大家好，我是 K 线或者 Chef Paul。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喻户晓的美食。这道美食也是往往你们去喝茶、饮早茶或者是吃早餐的时候一定会点的烧麦。要做好一道美味的烧麦，一定少不了里面有几样很重要的食材。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以下几样非常重要的食材。第一个，我们都会选了这一个中嘴。你去到猪肉档，你跟他讲中嘴，或者是今天我们用的有600克的猪肩肉。那么除了猪肩肉以外呢，都需要一些虾肉。这些虾肉丁呢，我们将它切成手指头这么大的肉丁。这个虾肉丁大概有300克左右。待会呢，我一定会将它拌在一起，作为这个烧麦的这个馅料。那么也少不了在烧麦里面加上这个非常有香气的这个冬菇丁。OK， 为了让这整个烧麦能够去到一个殿堂级，而且是只有你家里才吃得到的，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干贝碎，还有非常昂贵的，我待会会和大家一起处理这个整只的大虾。你待会会在这个烧麦王上面看到这个虾的存在。然后还少不了的呢，就是必须有100克的这个猪板油。这一个猪板油就是能够让你的烧麦变成如丝如画的一个烧麦。至于调味料呢，我们还有一些盐巴。这一些盐是确保待会我们在洗那个猪肉丁的时候，能够把猪肉里面的胶质给摩擦出来的。还有一些糖分。那么除了盐和糖以外，我们还需要白胡椒粉，来让那个猪肉本身的那个香气更加的浓郁。我们还是要加上一些太白粉，因为太白粉能够让虾的那个肉质更加的顺滑。最后为了提整个烧麦的那个香气起来呢，我们还会加上一些麻油，还有一些料酒。包一颗漂亮的烧麦，千万不能少了云吞皮。碗吞皮 ，OK， 你们到各大超市都能够买得到的这个碗吞皮，基本上都是4方形的。我们待会在烹制的过程当中会教你如何去处理这个云吞皮。记得哦，云吞皮买回来的时候，在做整个铺垫和准备工作的时候，必须用保鲜膜包起来，以便它防止它风干。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烧麦的工序。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就必须选用的是这一个白虾，它不是明虾，也不是黑虾，也不是老虎虾，因为我们今天选用的是白虾。在烹制这个虾和烹调这个虾的过程呢，我们将它切成一半。用整只白虾呢，是能够完全展示在那个烧麦上面，有一个豪华感，而且口感上面呢，它会更加的爽口，外面是绝对吃不到的。把虾处理完了以后，接着下来这个步骤就是取决于你是一粒普通的家庭式烧麦，还是今天 Chef Paul 教你做的9楼式的8级烧麦。首先，我们将这个买回来的猪肩肉预先切好了丁，它的丁粒是大概1公分乘以1公分，就把它放进去这个蛮大的一个 mixing bowl 里面。为什么要放在这个 mixing bowl 里面呢？你们待会就知道我会怎样把这一个烧麦的馅洗出来，不是用水洗，是用手洗。首先，我们把这些猪肉丁放进去这个mixing bowl 里面，然后我们就加入盐分。现在开始呢，你就需要用你的手掌心，这个手掌心去戳你的猪肉丁。你在戳着这个猪肉丁的时候呢，都能够听到吱吱声，因为你确实需要将猪肉丁里面的胶原蛋白给戳出来。这个动作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做呢？你就是要把刚才零零散散的猪肉丁，将它戳到能够粘在你的手，不会掉下来为止。在酒楼里面或者在点心厨房里面，我们要戳的这个猪肉丁起胶。那么
吃下去的猪肉丁呢，就能够有弹喉、弹牙的那个感觉。千万不要想图方便而把肉碎放进去 blender 里面，把它搅成肉碎，因为 blender 搅出来的肉是绝对做不出那个弹牙的口感的。你必须要把猪肉切成肉丁，然后用手大力的去搓、去洗那个肉胶出来，那么就会确保你有一粒弹牙爽口的烧麦。好，我们把这个切成丁的猪肉。必须要搓到它起焦，那么要搓多久呢？Chef Paul本来是搓了20年 ，OK， 但是你们只需要搓大概7分钟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呢？好吃的东西，尤其是有弹牙的那个烧麦的那个口感，必须要花上7分钟，把本来没有胶质的猪肉，把它搓成那个胶原蛋白搓出来。那么随后我们就会放入糖，继续把里面的肉汁和肉胶搓出来。约莫7分钟以后，大家都看到刚才一盆如洗的这个mixing bowl 现在已经呈白色了，这也就证明它的胶原蛋白已经被搓了出来了。那么更清晰的是，这一坨猪肉现在是粘着你的手的。都有一些这样粘着你的手的，这样就证明了这一团猪肉已经被你搓得起焦了。然后我们接着就可以把虾肉切成丁的虾肉放进去里面，用回同样的方式和方向，适当的搅拌。同样，我们加入了虾肉，还是不能用搅拌机，因为你想要在你的烧麦里面吃到每一粒都咬得到有虾肉、有猪肉的烧麦，这个就是关键。为什么刚才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馅料是需要洗出来的？你现在看到 Chef Paul 的这个动作，你就知道我在怎样把烧麦的馅洗出来。搓了约莫有4-5分钟以后，虾丁和肉丁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现在你更加能够用手感去触觉、去触摸到这个烧麦馅是完全的已经成焦了。我们这个时候也把板油、猪板油丁一同加在里面。为什么你讲，哎呀，Chef Paul，你的烧麦好像很肥哦？其实不是啊。有更多的猪板油在里面蒸出来的这个烧麦，到时候才会爽滑又弹喉。这个时候我们才慢慢的把胡椒粉、生粉、相继的放下去。观众朋友，那么很多人会问我，Chef Paul，你用的是桑粉，是什么桑粉来的哈？是什么生粉来的哈？生粉又是不是玉米粉？是不是木薯粉呢？都不是哈。其实生粉它是马铃薯淀粉，一般我们在酒楼里面都会用的马铃薯淀粉是有别于玉米粉和木薯粉的。因为你用生粉或者是用马铃薯淀粉的时候，它会更有效的吸取当中的水分，它不会外泄。而且它是更有效的把所有蛋白质凝聚在一起的。观众朋友看到哦，我们刚刚就搅拌一会儿，所有的馅料就凝聚的更加的结实了。OK， 我们现在把料酒放进去，我们把麻油也放进去。还有这边的冬菇丁，我们一同加入。还有这个最豪华的干贝碎。最后这个步骤呢，我们只要将它
将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那么观众朋友，你看我那么多个步骤以后呢，其实总结而言，我们在搓肉碎的过程当中，花了大概5到7分钟，然后加入了虾肉丁以后，搓了大概4分钟，然后还有加入其他的调味料，我们也搓了2、3分钟。整个烧麦线它说起来是很复杂，你看下坡做起来也很繁琐，但是它其实只需要这样子反复的搓15分钟，就可以达到一个殿堂级而且超级 Q 的一个烧麦馅料。好了，我们搓好了以后，把刚才这个已经片好的虾放在一旁，把虾拌入了在里面以后，接着下来我们把它收藏到一个比较小的碗当中进行收藏。有一个很大的技巧是大家必须记得的，烧麦线必须是预先拌好，然后将它冷藏1个晚上，第2天才能有效的把烧麦包出来。如果没有冷藏的话呢，那么烧麦线就很难包。就是现在这样的状况呢，你在包烧麦线的时候，它不能定型，而且你包了以后，它会有多余的空气在里面。好，那么我们接着下来呢，就是要进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处理即将会成为烧麦皮的云吞皮。烧麦皮我们买回来这边是1包的分量，我们先将它分成一半。OK， 分成一半以后呢，需要拿擀面棍。这支擀面棍是超市或者是厨具用店都能够买得到的。往中方用手压下去，然后转过来，对着十字形再压下去。做同一个动作。这是已经在我右手边呢，是已经擀好的这个烧麦皮，那个是这个在我左手边的是原本还没擀好的，它的差异已经大了一个18%。那么有这样子的差异呢，我们就能够包更多的馅料，让你的烧麦看起来会更丰满。为了让这个烧麦看起来更加丰满，更加的大力一点呢，我们将这个本来整角4角形的这个烧麦，将它切成8角形，就是在4角的边上，把这4个尖角修掉。将它切成8角形以后呢，你们就有更充裕的空间，让它成为力挺而坚挺的烧麦。因为时间的关系 ，Chef Paul 已经把这个馅料冷藏了1夜，这是预先处理好同一份的烧麦的馅料。那么你们看一下，这个已经冷藏1夜的烧麦馅，它是更加的坚挺，我这样摇都摇不下来。所以这样子呢，就能够让你的烧麦更容易的被包挤在那个云吞皮上面。云吞皮已经好了，馅料也准备好了，我们接着下来的步骤就是包烧麦。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支这样子的小刮刀，如果没有的话，你们能够用家里一支普通的汤匙的背部也可以。下坡拿起一片云吞皮，然后放在手指的部分，刮上馅料，摊上去。在你手指握着这个云吞皮，而且馅料已经丰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把这个刮刀放在中间，然后倒转过来，然后你的手指这个时候就应该呈现的是一个虎口。OK， 在点心厨房里面，我们叫这个叫虎口，把它塞进去虎口里面，然后用碾压式把整个烧麦按起来。
你在按着的时候，下面的这个手指，下面的这个无名指，记得必须要顶着你的虎口，不然的话，你在按下去的时候，整个烧麦就会被陷下去了。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刚才这个非常丰满的一只大虾，这个白虾仁放在上方。那么就成型了我们第一粒烧麦。为了不让我们的烧麦粘在这个笼底，我们就用一片薄片的萝卜放在笼底，然后把烧麦放在上面。那么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在家里没有这一支这么专业的刮刀，不要紧，你们也是同样能够用一只汤匙来做出一粒霸王级或者是殿堂级的酒楼烧麦的。同样的步骤，我们把这个馅料往云吞皮上面去铺垫。然后约莫这个馅料已经和你的手指的水平线是同一水平线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用这个汤匙把它反过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把你的尾指和你的无名指封在下面，做成一个虎口的口势。这个虎口的口势呢，就是有别于你现在包烧麦所要用到的。记得观众朋友必须把无名指和尾指锁在下面，以便顶着这个烧麦，不然当你往下按的时候，它这粒烧麦就会跌下去。我们只需要不断的旋转这粒烧麦，还有将馅料往这个云吞皮下面去挤压。然后最后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刚才切了的这个白虾，将一边的这个白虾放在上面。那么我们的烧麦就这样形成了。好，那么Chef Paul呢就已经把今天的烧麦包好了，也处理好了。那么我刚才用了600克的这个猪肉丁，包了大概是50多60粒。我们待会呢就会拿去蒸8到9分钟。哎，那么你会问，哎呀，Chef Paul，如果我吃不到50、60粒怎么办呢？不要紧，你就可以用现在这个还是新鲜、还是爽脆的时候，把它收在一个保鲜盒里面，能够放在冷藏那边大概2个星期。这样子你想要吃的时候就能够拿出来，退冰了以后放进去蒸笼里面，同样蒸8到9分钟。哎，你就讲不是吗？我在超级市场里面买回来的都是全熟了吗？蒸一蒸就可以了的。有别于一般超市买回来的这些冷冻点心，自制的这个烧麦呢，你是能够保存它新鲜爽脆的肉质的。如果你要是蒸熟了拿去存放的话呢，它就会完全失去了那个肉质。那么待会我们就会马上拿这个烧麦去蒸。我们的烧麦就蒸了8分钟就熟了哈！哇，真的好漂亮哦！这个就是 Chef Paul 今天教大家做的住家版、居家版的豪华烧麦王，希望你们会喜欢，尝试哦。